大家好，我是大发，欢迎来到大发唱的歌。Hello，酒可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饮料，充斥在人类文明的各个角落。无论是祭祀呢、人生、娱乐中，你都能窥见酒的踪迹。当然，桌游也不例外哦。今天大发就来介绍这一款让你从桶蒸馏出美酒的游戏——滴酒陈酿。在滴酒陈酿中呢，玩家继承了一座酿酒厂，目标呢是成为享誉全世界的首席调酒师。游戏呢一共分成4个阶段，虽然呢各个阶段的细节不少，但4个阶段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明确。第一阶段市场，简单来说呢就是购买各种玩家需要的原料啊、材料啊、设备啊、人才等等等等。第二阶段蒸馏。玩家把之前购买的各样材料丢进去，然后利用设备人才的帮助蒸馏出酒来吧。不过呢，不同酒种有不同的材料和限制，就算你备齐了各样条件，玩家还是可能翻车哦。这部分呢是大发非常喜欢的机制，让我们挪到后面再讲。蒸馏出酒以后呢，就来到了第3个阶段，贩卖。玩家把刚刚蒸馏出来的酒拿去市场上卖钱吧，这是游戏中呢金钱和分数的主要来源。但有一个例外，玩家刚刚蒸馏出来的酒是需要多年收成的，所以这些酒呢不能直接拿来卖，需要耐心等候。那么就来到第4阶段，熟成。如果是要多年熟成的好酒，这时玩家可以在里面加入一张风味卡，让你的好酒更具风味，也更有价值。当然啦，也可能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味道。但是熟成的酒经过时间酿造，可是会带给玩家更多的分数和金钱。那游戏一共进行7回合，结束的时候会针对玩家的目标卡、收集不同的酒瓶、设备等等的计分方式来算出到底谁是首席酿酒师。在滴酒陈酿中呢，玩家可以从各个配件看出来设计师的巧思，几乎呢每张牌甚至说明书的每一页，你都可以察觉设计师对蒸馏酒的背景考察。比如说大发最喜欢的部分蒸馏阶段，在过程中呢，为了取得更纯的酒，会把酒液顶端的泡沫还有底端的酒渣过滤掉。在游戏中呢，就是刚刚组成的酒液卡牌中抽掉顶端和底下的部分，剩下才是玩家这次酿出的烈酒。所以常常有准备半天，结果还是没有成功的情况，分数和心情上就差很多了。当然也可以备齐+2的卡牌，但省点钱赌一下，这也是一种乐趣所在哦。像这样的游戏机制，很好的体现出蒸馏一款酒的详细过程，不会有那种欧式桌游背景跟精致硬套在一起的尴尬感，有点像在看百科全书。如果呢你是对酒有研究的玩家，一定会想要一边喝酒一边玩这款桌游。不过呢，这样的详细介绍也带来了一些缺点。滴酒陈酿对于背景的详细呈现呢，让大发想到了富达哥的作品，一样有细腻的设定。虽然学习会觉得有点琐碎，但又能跟背景完美融合。滴酒陈酿有同样的优点，但在机制的修剪上呢，似乎做得不够。设计师有很多东西想要呈现，但放在游戏中真的能得到对应的回馈吗？还是卡牌上可有可无的说明呢？举例来说好了，酿酒师每个人虽然有功能的不同，但是真的需要区分这么多的区域吗？又或是酒瓶的加分机制好了，买材料的钱都不够了，哪有时间收集酒瓶啊？更不用说酒瓶还要配合出货才能得分，这又牵扯到运气的问题。没错，运气刚刚大发不是说喜欢蒸馏的机制吗？怎么会讨厌运气这个部分呢？与其说蒸馏阶段的去头去尾机制是运气，更多的是考验玩家的风险控管问题。但在各样的酿酒厂升级啊、臭酒瓶啊、高级材料啊，其实都看大局的运气哦。像上次呢，我最后一回合想要冲个水果糖类的特殊材料，却一直开不出对应的糖类。前面的回合有出现啦，但是那时候没钱啊。人生最后啦，机制单纯，也意味每一回合所做的事情差不多。玩家呢之间没有什么互动，所以慢慢会开始枯燥无聊。
不过7回合算是一个蛮刚好的回合数，刚开始觉得无聊，游戏就结束了哈。长短掌握算是不错。第9陈量的核心规则呢明确，机制将背景完美融合，游戏中的金钱呢十分吃紧，考验着玩家对于收入支出的精准掌握，更不用说神海组的争六阶段。不过过度详尽的要素啊，真的有必要吗？还有即使玩家掌握一切，可能还是打不过运气的差距啊。到底谁加个9可以一年熟成3次啊？这让大发对于游戏的好玩程度打一个问号。我觉得不错，也愿意多玩几次，但只怕每次都输给运气，真的难以下定决心要不要喜欢这一款。好啦，这就是大发这次介绍的桌游，大家觉得如何呢？第9陈亮有推荐大家在玩这款桌游的时候呢，可以一边喝着 whisky， 感觉输了也比较有借口哦。那各位有推荐什么桌游适合配酒一起玩呢？欢迎在下面跟大家分享吧。那么大发讨论阁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